第1136章玄冥宗。萧炎的目光在那紫色铁扇上顿了顿，然后缓缓偏头，在其身后是一名身着白色衣袍的青年，青年一脸的和煦微笑，只不过这笑容怎么看都是透着许些阴柔气息。在白衣青年身后有着3位紧随的老者，萧炎的目光在这3人身体上扫过时，眼神也是微微一凝。那靠后的2名老者气息磅礴，实力显然是达到了8星斗宗层次，而且那站于前方的那位老者更是令得萧炎心头一惊。斗尊，这位老者意态懒散，双手插于袖间，完全就与一个寻常普通老头没什么差别，但萧炎凭借着敏锐的灵魂感知，却是能够察觉到此人的实力必然是达到了斗尊层次。白衣青年突然的插手，也是令得周围一道道诧异的目光投了过来。而当这些人在见到前者身后的那3位老者后，眼中皆是闪过一抹诧异。出门在外能够带上这般阵容，看来这群人的背景也是相当不弱呀。呵呵，这位朋友，你所出的价格我可以双倍给你，但这铜片能否换给我？白衣青年冲着萧炎微微一笑，手中的紫色铁扇却是紧紧地定在铜片上，没有丝毫要移开的迹象。萧炎的目光盯着这白衣青年，片刻后缓缓地摇了摇头，淡淡的道：不能。话音一落，其双指并取，闪电般的轻弹在那紫色铁扇之上，一股极为暗韵的力道陡然间爆发而出，直接是将那铁扇震得飘移而去，而其出手如电，再度对着铜片抓去。萧炎的突然出手也是令得白衣青年眼神微寒，但他出手丝毫不慢，手指在铁扇之上一弹，便是听得噗的一声，紫色铁扇舒展而开，扇面如刀锋般的对着萧炎手掌横切而去，凌厉的劲气将空间都是切割出了一条细微的裂缝。对于白衣青年那迅猛而狠辣的反击，萧炎脸色倒是不变，屈指在铜片之上一弹，然后便是陡然掠回，变指为掌，带起磅礴劲气，狠狠地砸在那紫色铁扇之上。砰！低沉声音响彻而起，在萧炎这一掌之下，那紫色铁扇则是直接被重重地压在了玉台之上。不待那白衣青年抽出一记充满力道的鞭腿，便是犹如羚羊挂角般闪电般的对着白衣青年脸上抽了过去。面对着萧炎这记充满力道的鞭腿，白衣青年脸色也是微沉，但这般时刻也只能松开铁扇，脚步连退2步，方才将萧炎的腿锋闪避而去。小子放肆！在白衣青年退后时，其身后的2名约莫在8星斗宗左右的老者也是脸色微沉，脚步一踏，便是出现在前者面前，双掌如鹰爪般直接对着萧炎肩膀抓了过去。2人刚刚出手，小医仙与天火尊者便是如鬼魅般的缓缓出现在了萧炎面前。前者轻声冷笑，屈指一弹，2缕灰气便是暴掠而出。小心！面对着那朴实无奇的2缕灰气，那名一直未曾出现的懒散老者脸色却是微微一变，双掌一握，空间直接是凭空扭曲成实质，然后将2缕灰气抵御而下。虽说灰气被抵御，但隐隐间依旧是有着一缕腥风悄然地钻进了那2名老者鼻中。当下2人体内斗气便是一阵紊乱波动，旋即脸色惊骇的急忙退后，压制着体内斗气的暴涌。怎么还想强不成？给了这2个老家伙一个教训，小医仙瞥了一眼那白衣青年与那位扭曲空间的老者，淡淡的道。那2名老者被那慵懒的老人扯回来后，方才发现面前的情况，额头上浮现许些冷汗。虽说他2人实力不错，但也自然是能够感应到小医仙2人的恐怖，所以那刚欲喝出的声音也是生生的被他们咽下了喉咙。2名斗尊这次似乎踢到一块铁板了呀。白衣青年目光微沉地望着小医仙2人，片刻后却是突然一笑，对着萧炎道：在下玄冥宗陈贤，不知道阁下贵姓？玄冥宗。闻言，萧炎心头却是一动，如今对于中州的势力，他自然是有着一些了解。这所谓的玄冥宗名头倒是极为的不弱，丝毫不逊色那冰河谷，甚至还有犹有胜之。因为这玄冥宗的背后正是那名杨大陆的2宗之一天冥宗。中州之上的势力错综复杂，那所谓的一殿一塔2宗3谷4方阁并不能全然的概括中州上的势力。中州辽阔无尽，其中有着不少的低调势力，所拥有的实力不比除了魂殿与丹塔之外的那些势力弱多少，甚至一些隐士般的势力，例如古族这种，即便是魂殿与丹塔
都是不敢小觑于他。那所谓的天明宗，麾下有着3处下宗门，大陆也称之为下3宗，而这玄冥宗则是其中之一。玄冥宗的势力比起冰河谷这等势力都是丝毫不让，毕竟别人就算不给玄冥宗面子，但天明宗的面子总是要给的。这等传承了将近1000年的古老宗门，实力底蕴可不畏不恐怖。无名小辈而已，不劳阁下费心。这铜片是我先看上的，暂时没有转让的意思。虽然知道这玄冥宗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但萧炎也不可能因为这便是将铜片让给对方，他连魂殿都不惧，更何况这玄冥宗。对于萧炎这般并不客气的话语，陈贤阴柔的脸庞上也是掠过一抹淡淡的阴沉，旋即冷笑一声，目光转向那邋遢老者。因为先前萧炎在铜片上弹了一指，也是导致如今那铜片落在了后者手中。只要你将铜片交换给我，不管他出什么价格，我都出他的双倍。对于陈贤这等财大气粗的话语，萧炎眼中却是掠过一抹冷意。这个家伙还真是得寸进尺啊。邋遢老者把玩着手中的铜片，目光饶有兴致地看了萧炎与陈贤一眼，片刻后方才笑了笑，在陈贤阴沉的目光中将铜片抛给了萧炎，道：凡事都有先来后到，老头子我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，既然东西都已经收下了，我自然是不会再转手卖给其他人。迅速接过铜片，萧炎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，对着邋遢老者抱拳笑道：多谢老先生了。邋遢老者挥了挥手，道：这里是丹塔的地盘，我还真不信有谁能在这里撒野了。莫说是玄冥宗，就算是那天冥宗的人来了这里，也是得收敛收敛。对于邋遢老者这番话，那陈贤阴柔的脸庞上也是掠过许些难看之色，目光冰冷地瞥了一眼前者，然后转向萧炎，缓缓地道：阁下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为了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，得罪人可并不理智。萧炎笑笑，当着那陈贤的面将铜片收入那戒，然后这才抬头望着后者，道：抱歉了，我想我可能没那福分跟阁下成为朋友，这东西我同样也需要，不过如果你有耐心等待的话，等我将它研究一番后，或许可以免费送给你。话音一落，他再度对着那邋遢老者拱了拱手，然后便是抬脚对着楼梯处行去。哼！萧炎脚步刚刚抬起，那2名刚刚吃过亏的老者又是横移而开，将他的路线挡下。路线被挡，萧炎脸庞上的笑容也是缓缓收敛，不待他开口，2股浩瀚气息便是缓缓地自小医仙2人体内如潮水般的涌出。3息之内不滚就死！小医仙辉子双眸冰冷地注视着拦路的2人，清冷的声音之中杀意翻腾。顶楼之上的众人也是被这边突然爆发的气息吸引而来，但对于2名斗尊的气势倒并未感到极为的惊讶。能够来到这里的人，哪个不是眼界极高之人？即便是斗尊强者，也是经常瞧见，自然是不会感到大惊小怪。面对着小医仙2人那可怕气息，2名老者脸色倒是一变，在这等压迫下，他们基本是条件反射般的迅速退了开去，因为隐隐间他们知道，如果真是晚了片刻，今日或许他2人真是会变成一具冰冷尸体躺在这里。萧炎漆黑双眸淡淡的瞥了一眼因为快速退开而有些脸色涨红的2人，然后偏头凝视着一旁眼眸微眯的陈贤。2人对视片刻，萧炎方才低声道：不要来招惹我，否则你不会活着离开丹域，相信我。话音落下，他也不管陈贤那陡然阴寒的脸色，转身便是对着楼梯处行去。其后小医仙、天火尊者以及一旁的叶众也是连忙跟了上去。陈贤目光阴森地望着萧炎一行人的背影，待得他们消失在视野之中时，嘴角方才缓缓裂开一抹阴柔的冰寒笑容。玄老，调查一下此人的背景。哼，被人威胁这种事还真是本少这些年首次所遇，真是有意思啊。